从1930年到1961年，有数千人被监禁、折磨，还有杀害，这些都发生在特鲁西略独裁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3位姐妹将在这段时期中领导一场地下革命，可是他们的勇气在启发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威胁到了这位掌权者，而他们的人生也将早早地以悲剧收尾。特鲁西略在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在军队中不断晋升。他在1930年时通过一次政变以及操纵选举取得了权力，并且创立了一套为他自己及他盟友夺取财富的体系。单是特鲁西略一家就控制了整个国家3%的生产总值，其中包括对盐、牛肉以及报纸行业的垄断。他将国家的首都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还要求在每一个家庭中摆设自己的肖像，并且他还犯下了包括屠杀数千名海地人在内的多起暴行。在这期间，有一支秘密警察通过针对身处本国以及国外的反动派开展行动来维持他的权利。米拉瓦尔姐妹们在乡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她们的父母将4姐妹帕特利亚、迪迪、米涅尔巴和玛利亚特丽莎送到了全国最好的寄宿学校之一。在那里，米涅尔巴结识了一位亲人被特鲁西略下令杀害的同学。他开始寻找人群中强烈的反对声音，并且和他的姐妹们讨论关于压迫和正义的问题。在迪迪避开政治的同时，米涅尔巴、帕特利亚和玛利亚特丽莎对改变他们国家变得投入。然而，米拉尔瓦家族安全的地位很快瓦解了。在1949年，他们受邀参加特鲁西略的一场宴会，这些实际上是他物色年轻女子的狩猎场。拒绝邀请不是个选择，尽管米涅尔巴在迎宾时试着躲开他终究还是和特鲁西略跳了支舞，但他拒绝了他的示爱。米拉尔瓦一家提早离开了宴会，这在当时不常发生，且被视为对这位独裁者的不敬。他们的父亲恩里克遭到了监禁，而家族财产也被没收。米涅尔巴以最高荣誉毕业，并成为了该国第一批获得法律学位的女性之一，可她的从法授权被国家拒绝，这过程由特鲁西略亲自监督。在学习时，米涅尔巴遇到了马洛鲁·塔巴雷斯·胡斯托，他和他有着相同的政治信仰，并且两人在1955年结了婚。他们眼看着武装革命在整个拉丁美洲爆发，在特鲁西略于1959年镇压了一次推翻他的企图后，两人开始准备一场他们自己的革命。米拉瓦尔3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们创立了6月14日运动，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许多中产阶级成员，以西语 Las Mariposas 或中文叫烈焰飞碟作为代号。3姐妹组织并参与了秘密集会，并分发细说特鲁西略践踏国家行为的传单。在1960年1月，他们召集了来自全国的代表，以此确立运动的组织，并准备一场起义，但事实并非所愿。特鲁西略到处都有间谍，很快，很多革命家，包括米涅尔巴和玛利亚特丽莎都被逮捕。在这段时间里，帕特利亚找到了独特的方法，以向狱中的反叛者传递信息。害怕失去美国和教会的支持，两者在不久前开始批判他。特鲁西略在持续关押他们丈夫的同时，释放了2姐妹，但是2姐妹继续破坏他的统治稳定以及他的自尊心。11月25日，在3姐妹们看望被监禁的丈夫们后回家的路上，特鲁西略的手下拦下了他们的车，3姐妹连同他们的司机卢菲诺·德拉克鲁斯被殴打和窒息致死。手下们将吉普车推下山崖，来为这起谋杀制造意外假象。帕特利亚时年36岁，米涅尔巴33岁，而玛利亚特丽莎当时25岁。然而，特鲁西略压制米拉尔瓦姐妹，并稳固他统治的计划适得其反。大部分公众并没有被这不足为信的假象所蒙蔽。国际社会对这次刺杀发出了谴责，而美国关闭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使馆。
并秘密为反对特鲁西略的运动提供了支持。几个月后，多米尼加军队的前成员杀死了这位独裁者，结束了他31年的残暴统治。托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幸存的二姐迪蒂，米拉瓦尔姐妹的遗赠，才能胜过特鲁西略暴政的魔爪，甚至在他们死后源远流传。今天，米拉瓦尔姐妹们是国家英雄，人们用纪念碑和赞誉纪念他们的奋斗。在1999年，联合国宣布将11月25日，他们的逝世纪念日，作为世界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他们为正义的勇敢斗争启发了几代人。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学习新东西。